把苍蝇放进微波炉里会怎么样？苍蝇会不会被蒸熟啊？其实我刚才抓了一只苍蝇啊，准备给大家做实验的。这里面有个苍蝇，不知道能看见不？但是当我把文案写完以后啊，它自己给去世了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实验我自己做不了。但是我从网上找到了视频啊，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苍蝇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蚂蚁也没有问题啊，这是为啥？那有些人的性子急一点，我就先说答案了啊。原因是，虽然微波炉加热食物的热效果很好，非常快，这是因为食物中有水，对吧？而且它的食物的体积一般都很大。由于微波炉发出来的微波的频率是2450兆赫兹，对应的波长是122毫米。虽然这些微波可以在腔体内被来回的反射，但是还是会存在一些死角的，是微波不能作用到的地方。不过由于我们加热食物的时候，食物的体积都很大，再加上底部有转盘的转，所以食物就可以吸收大量的微波能量。但是苍蝇和蚂蚁就不一样了，它很小，只有几毫米，再加上它可以到处的移动，所以苍蝇就可以躲在盲区里面啊，因此微波就不能把苍蝇蒸熟。那如果我们把苹果也切成那个蚂蚁的大小啊，把它放进微波炉里面，结果也是一样的，我们就发现微波炉对微小的东西它没有热效果啊，这就说明微波炉里确实有盲区。好，那不着急的朋友啊，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微波炉加热食物的工作原理。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了雷达。那美国的一位工程师就发现，他每次做雷达实验的时候，口袋里面的巧克力就融化了。那起初以为是它的体温造成的，那最后才发现这是雷达微波的热效应导致的，所以就有了用微波加热食物的想法。其实微波就是电磁波啊，它比无线电波的频率要高，所以称为高频电磁波。那在自然界中，微波是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各种用电设备的辐射，以及充满全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那你说为什么这些微波它不能加热食物呢？原因就是这些微波太过分散了，或者说它的能量密度很小，加热的效果没有物体的辐射的多啊，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宇宙这个大微波炉对我们人体的加热效果。但是微波炉的那个腔室就不一样了，那么在电源的激励下，磁控管就会连续的产生微波，并且会被风扇状的金属搅拌器朝各个方向均匀的反射到腔体内，它的能量密度非常的大，所以对食物就有了显著的加热效果。那微波为什么会对食物有热效应啊？其实并不是食物本身的原因，是食物中的水分子。我们知道温度表征的是微观粒子随机运动的快慢，如果食物中的水分子振动的非常快那么食物中的这个温度就很高，那摸起来就热。所以你想要加热食物，只要让其中的水分子躁动起来就行了。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微波是电磁波，是空间中交替震荡的电场和磁场，那么其中的电场分量就可以对带电粒子产生作用，就像用小皮鞭这个抽打陀螺一样啊，带电粒子遇见电磁波的话就也会兴奋起来的。虽然水分子是中性分子，但是其中的电子会更靠近氧原子的，所以水分子它是极性分子，它遇见电磁波以后也会兴奋的，它也会不由自主的按照电磁波的这个频率振动起来，然后互相摩擦，食物就被加热了。这就是微波炉的工作原理。那么由于微波炉的波长是122毫米就算有搅拌器把这些微波均匀的分散到了整个腔室当中，但是总有一些地方是微波不能覆盖的，也就是说在微波炉里有辐射阴影比如说我们加热食物的时候，有时就会觉得这食物的有些地方特别的热，甚至都开始沸腾了，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凉的，所以这个时候食物的底下就必须要有一个圆盘，有一个转盘，这样就可以把食物均匀的加热了。但是苍蝇那么小，它总是可以在微波炉里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方可以避免自己被烧死那你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不会致癌，或者说微波炉对人体有没有辐射危害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说法，这纯粹就是谣言那刚才我们说了，微波炉加热食物的原理就是让里面的水分子运动起来，振动起来，食物就热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会改变食物的任何成分，也不会产生任何有害的物质，所以致癌根本就是无从说起关于辐射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微波虽然比无线电波的波长短，但是它比可见光的波长却长了很多，也就是说它的能量还没有可见光的能量大，所以微波根本就没有这个电离的作用它只是因为波长很长频率刚好和水分子的振动频率可以产生共振它的热效果更好，仅此而已。再加上微波炉工作的时候，大量的微波在腔体内会来回的反射，直到被食物完全的吸收，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微波泄露出来的。所以我们一般在正常的距离下使用微波炉是绝对安全的。那还有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的是自然界的辐射其实特别的多，有些甚至是电离辐射。
甚至在土壤当中，在食物当中还有放射性元素。但是任何有害的东西啊，都是要讲究剂量的。如果没有超过安全剂量，我们的身体的修复功能完全可以应对这些损伤。所以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啊想得太过的脆弱，毕竟生命在地球上已经进化了几十亿年了，啥大场面没有见过，对吧？好，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去学习有趣的科知识，拜拜。